就是第一道树脂做完的效果，这个颜色完全覆盖不住，都已经流掉了。下面我再做第二道。这是因为木头打磨的不平整，所以浇干了以后，好多地方都有坑坑巴巴的地方，然后都起皮了。所以说是在打磨的时候也是需要很认真、很小心的，不然这些胶做上去以后，它就会容易起皮。所以我只有把这个原来的胶把它全部打掉，打掉以后再重新做颜色。就是打算用这个喷枪，就是又学到一个新的技术，用这个喷枪来喷这个模型。然后这次的话，我暂时先买了一个简易的，这次先喷这个白色的，先把这些衣服这些地方先喷出来。先喷出来的话，然后再用遮盖的把这个白色的部位先遮盖掉，因为白色是浅系嘛，白色是浅系的话，后面再喷这个深色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们这次的失败经验总结了一条，就是打磨一定要打磨好，然后才能上颜色。那以后我就是总结出一套标准的一套流程来。先把木头做出来以后，然后用树脂包的话，主要还是因为怕木头会开裂，因为长时间一下子潮湿一下干燥的，怕木头时间长了以后会开裂。我用的木头也不是什么好木头，就是随便捡的那些路边的那些咸道树的一些木头，然后先用树脂把它包起来做一道保护，看看没有什么气泡，表面平整以后，再来用这个喷枪来上颜色。基本上后期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，就是先木头，然后树脂，然后上色。我又学到一个新的技能，所以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